同样的酒店房间更便宜的价格，不怕比价的同城旅行邀您收看高光时刻。收到。阳光番茄酸甜鲜浓，康师傅番茄鸡蛋牛肉面邀您观看《三体》，让智慧为你闪烁。埃特问界新能源汽车邀您观看《三体》。小叶，你一定要相信我，我跟魏明是多年的战友，有很深的私交，这件事情我必须得帮他。只要你肯配合，就可以避免可怕的后果。那一刻，我明白了雷志成的用心。他想成为第一个发现外星文明的人。这确实是一个名垂青史的绝好机会。一旦他上报此事，我回复的信息很快就会被发现，人类会穷尽所有的科技军事实力，阻止三体人的到来。我答应了他，但这时我决定了一切。我拧松了设备间主机柜最下方的接地线的螺栓，因为我时常需要检查设备，所以谁也没有注意到我干了什么。这种故障以前多次发生，判断起来很容易。但不会想到设备间接地线顶端的故障，因为那里固结很好，一般没人动。问题一般都会出在悬崖壁上的那部分接地线。这里是监听室，接地线又出故障了啊！马上找人检修一下。好嘞。哎，你回来正好，接地线出故障，我得去盯一下。我去吧，你在这守着。如果影响了这次监听，就上报机体指挥部。怎么样了？那你怎么能确定雷志成一定会下去呢？他是一名很敬业的政工干部，他会忠实地按照那时对干部的要求去做，和群众打成一片，时时刻刻站在第一线。也许是为了做姿态，但他的确做得很好。基地极难险重的活，都少不了他的身影。怎么样了？故障找着了吗？上下都找过了，没有找到故障，好像不是这的问题啊。好像是什么工作态度？这么重要的工作怎么能出现好像？把那包摘下来。政委。他做的最多的就是抢修接地线这项既危险又累的活。
政委，不行，我也得下去。那你打算他下去以后切断绳子？钳子都有用，这都有用。导致故障的原因有很多，可能因为接地线暴露产生的接触不良，也可能因为天气干燥导致接地电机导电性差。原因很细碎也很复杂。你刚来没有多久，雷政委不会怪你的。你现在回主控室，去看看其他的机器是否正常。好。去吧。计划用折成3段后，叠在一起的短钢锯割断绳子。这样绳索的断口看不出是锯断的。只是没想到，文姐，怎么样了？这谁在底下呀？雷政委。啊？就他一个人啊？哟，那不行啊！这活他一个人干起来太费劲了，我下去帮他。再多拿一条绳子吧。不用，这绳子紧2个人没问题，放心吧。当初为了赶时间，我们曾经1根绳子拉过3个人。这老雷在底下半天了，别让他等了，赶紧下去。啊？检修安全有规定，绳子不可以共用，必须多来1条。行吧，那你去拿，我在这看着他。啊，去吧。你慢点儿，别跑。
我回来后，雷志成和杨卫宁已经检查完毕，正顺着同一条绳子向上爬。雷志成在后，杨卫宁在前。我知道，真的不会再有机会了。所以，我掏出了那叠钢锯。冷静，毫不动感情地做了。我找到了为之献身的事业，付出的代价，不管是自己的，还是别人的，都不在乎。而且，我心里知道，全人类为了这个事业，都将付出史无前例的巨大牺牲。这仅仅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开始。我听到了2、3声短促的惊叫，然后听到身体摔到崖底乱石上的声音。等了一会儿，我看到崖底的那条小溪变红了。或许那红色只是我的想象，毕竟小溪在那个时候的水流不像夏天那么多。出第几管了？要做全面的检查吗？住院手续办好了吗？办好了。你怎么来了？过来看看你。哎呀，看什么呀？没事儿，赶紧回去吧。一大堆事儿。哎，冰冰，走这么早，约会呢？我倒是想，
上哪儿找对象？找对象谈恋爱，现在大家用牵手啊，咱全单位不会就你一个人没下吧？牵手，你们都在用吗？对啊，主要是因为上面的人啊，都是奔着好好谈恋爱去的，没那么多花花肠子，条件呢也都相当不错，985毕业的，工作好的，一抓一大把。而且牵手特能 get 到你的点，它能把每个人的亮点都提取出来，按照你的喜好进行推荐。这样一来啊，你能找到不仅条件合适，还特别有感觉的人。真有这么好？当然了，这年头面对面都看不准人，但牵手可以。那我有空试试吧。谈恋爱就用牵手。你真找这个去了？我哪儿找去？反正干这行20年了，就知道对付这号人，就得这样。我就知道。英杰怎么样呢？开始审了吗？今天早上开始了。那你还跟着干嘛呢？你替我盯着呀，然后回来仔仔细细的跟我汇报。你愣着干嘛呀？你赶紧跟王教授回去，他有任务呢。王教授，你放心，我会照顾好石贝。检查报告出来之后，第一时间告诉我。嗯。把苹果吃了。对，你这个指标，我知道，看得懂。这千万不能让王淼看见啊！他那人一旦知道了，肯定又得一个人躲起来哭去了。干嘛呀？哎呦，我又没死。跟根烟。医院不让抽烟。叶老师啊，您后悔过吗？没有。
也许有过那么一段，雷志成和杨卫宁遇害后，上级以普通事故处理了那件事。在基地所有人眼中，我和杨卫宁的感情很好，所以他们对我没有起疑心。新来基地的政委很快上任，我又恢复到以前一成不变的生活。直到有一天，卫兵小张说有人要见我。这些孩子都是从季家屯来的，这不听说在雷达峰上有询问的人多，就想找你问几个学习上的问题。他们可以来这里吗？这不是咱们基地的安保级别降低了，只要他们不进去，没事。那昨天海老乡去这边送菜哩。哎，孩子们，这位就是你们要找的叶老师。老师好。老师您好，我能请教您一个问题吗？课本上说自由落体开始一直加速，但最后总会以匀速下落。俺们想了好几个晚上，都没整明白。你们跑这么远，就是为了问这个问题呀？要高考了，俺们老师说这题很重要。高考？就是考大学，谁学习好，考的分高，谁就能上。1年前就是了，您还不知道？大学不用写推荐信了吗？不了，谁都能考。那以后，隔3差5就有孩子来请教，有时来的人多。经过基地领导同意，我就在我的房间里支起一块小黑板，给孩子们讲课。物体总保持匀速直线运动或静止，惯性因质量变化而变化。大家听懂了吗？听懂了。好了，这堂课就上到这儿。今天是除夕，大家早点回家过年吧。叶老师，俺娘让你去俺家吃饺子。叶老师，俺娘也让你去俺家。叶老师上俺家。谢谢你们，老师不去了，早点回家吧。下山的时候小心一点。过年好啊，姐！大过年的你怎么来了？来，叶老师，过年好！你们怎么来了？快进屋，外边冷。快，进屋。哎呀，赶巧了，俺值班，要不然这几个孩子也找不着这里。姐，姐，俺还得去巡逻，你得看着他们点儿啊。哎，你几个要听老师的话，不准乱跑。下山的时候找我，我去送你，知道吧？知道了。啊，姐，那对了。谢谢。来，先暖和暖和。谢谢叶老师。冷不冷啊？
这是什么？叶老师，俺娘说大寒小寒吃饺子过年。您不是下山不方便吗？所以俺们仨过来陪您。谢谢。我本以为那个除夕会很冷。6月，我生下了杨东。因为胎位不正，加上身体虚弱，基地卫生所没有接生的条件，把我送到了最近的镇医院。在路上，我发生了大出血，脑中想着，这就是我的归宿，这就是那个超级背叛应当受到的惩罚。都搁外边等着。都这老长时间了，咋还没出来呀？是啊，这出啥事儿了？这小叶平时身体就不老好啊。知道啊，可千万别有事。你们谁是家属啊？咋样了？家属？这他也没有家属啊，没有啊。那啥，他大出血了，咱血库血不够，得有人给他献血。不是谁都能献的，得血型一样才行。后来，医生告诉我，我出血达到2000多毫升，是齐家屯的几十位乡亲给我献血，我才活下来。他们中很多人的孩子，我都辅导过，但更多的是素昧平生。很多是听他们的孩子或父母说起过我。如果没有他们，我现在已经死了。杨东出生后，我身子很虚弱，没办法自己带孩子。又是齐家屯的老乡来找基地领导，说他们可以把我和东东带回家去照顾。老齐头，老齐头，哎，叶老师好点没？看啥去你？我说你说话能小点声吗？你说你这么大个嗓门，你再吓着孩子。哎，俺弟媳妇有个亲戚在城里住，上次回来带了几罐这玩意儿，说这玩意儿对身体好。俺寻思叶老师这一段那得好好补补啊，给他送去啊。哎呀，东西放那儿就行了。你没看那一堆东西吗？人家叶老师那几个学生啊，人天天拿东西往这儿跑。那上级领导都说了，说这个等叶老师啊身体恢复了，明年再去报道。你说这叶老师倒好，他闲不住，说了过2天就在我这个院子里给孩子们上课。哎，在这儿那感情好。这，我你小点声。你说他这，哎呀，哎呀，快快，哎呦！我老头，你干啥去？你现在才那孩子哭半天了呢都。我婆婆非要看看孩子，我都急坏了。行了，赶紧麻溜着吧。哎，好嘞，麻溜赶紧。哎呦，哎，齐总，老齐总，哎，你进来干啥？你去，大凤咋回来了？那不是叶老师没奶吗？家大凤身子壮，也刚生完孩子，奶足，我就给叫回来，俩孩子一块儿喂呗，你说是不是？东东是吃百家奶长大的，屯子里的人都很喜欢他，说孩子有灵气。渐渐的，我住的院子成了屯里人的聚集地，老的少的没事儿都爱往这跑。那怎么可能长像鞋拔子？睡着了，赶紧，我抱他。歇会儿吧，你歇会儿，我去吧。妹，不用，你让他去。啊，哎，不是，我觉得我是非常好的。
啊，这个能行吗？这个怎么的？实话，你是不是喜欢？是你的类型。啊，行，是，咱不能那啥了。哎，不能走。在我的记忆中，这段日子不像是属于自己的，上点，更像是别人人生中的某些片段，飞进了我的生活。我看，这啥意思？还拖个尾巴？哎，再来一次啊！你这样拉呀，这样。最令我难忘的是和大凤住在一起的那些夜晚。齐家屯没有通电，每天晚上，我们就守在一盏油灯旁，照顾孩子。我怎么觉得有点冷啊？想啥呢？啊？没有，我就是觉得这段日子就像做梦一样，从来都不属于我。哎呦，你这又说啥呢？不行，我呀得烧点柴火热乎炕。我跟你一起去吧，省得跑2趟。哎呀，哎呦，哎呀，这星星咋这么亮呢？妹子，你说这星星它咋就不掉下来呢？啊？你害怕星星会掉下来吗？我怕啥呀？它们那么小。它们很远很远，不会掉下来的。哎呀，我得赶紧烧柴火去了，赶紧回屋啊，冷啊，赶紧进屋。那段时间太短暂了。好在苦日子过去了，女儿出生2年以后，你跟你父亲的案件得到了彻底平反。是的，我接到了母校的来信，说我可以立刻回去工作。随信寄来的还有一大笔汇款，那是我父亲落实政策后补发的工资。在基地会议上，他们终于愿意叫我一声叶文洁同志。那时候，我想起了2年前，我向三体世界发出的那封信。我心里清楚，我永远不可能是他们的同志。在你离开基地之前，你再也没有收到过三体的信息吗？想要得到三体世界的回复，至少需要8年。而且，我离开基地后，就再也没有接收条件了。那你回去以后适应了？毕竟时代变化。是的，所有人都变了。他们开始重视技术，接近科学，相信奋斗，
脚踏实地，在第一次全国科学大会上，郭沫若宣布，科学的春天到来了。那时候，我经常地问自己：疯狂就这样结束了？理智和科学真的开始回归了？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我对红岸基地产生了一种不真实的感觉。那件事情太重大了，而且是我一个人悄悄完成的，越来越像是自己的幻觉，像一场梦。太阳真的能够放大电波吗？我真的把太阳当成天线，向宇宙发射过人类文明的信息吗？我真的收到过外星文明的回复吗？还有，雷志成、杨卫宁真的是被我可那毕竟是真实的呀。我对那次超级背叛产生了一丝怀疑。我试图在工作中麻木自己，以便忘掉过去。这种方式让我感到很安全。岳老师，真的能忘掉吗？很难。我试着去理解那些伤害过我的人，我觉得宽容也许能够帮助我。我希望他们也能够走出来。刚才你提到了伤害你的人，包括谁呀？我的母亲少林，还有那几个在询问我父亲的时候领头的人。我母亲在我父亲死后，很快就恢复了过来，还继续夹缝生存，直到1977年，她嫁给了一位被撤职的原教育部高干。没想到，她的选择是超前的。运动还没有结束，她的新丈夫已经恢复了部分职位。11届三中全会后，她升得很快，少林也因此调离了原来的学校，成为另一所名牌大学的副校长。什么？放这边。哎，那个晚上别做茄子啊，文杰不爱吃。哎，做条鱼，吃鱼对孩子好。也吃个糖好吗？外婆给你包啊。这孩子真乖。哎，这些年你吃了不少苦吧？是怎么熬过来的呀？来，外婆给你吃，外婆给你吃呢。啊，回来啦。
你工作还好吧？都挺好的。系里的老师大多都是父亲的学生和同事，都挺照顾我的。你不就这个？好，我给你买了几件新衣服，我带你去看看好吗？那姐姐是。好的，我们把糖一块拿去好吗？真乖，拿着。那次晚饭后，她的那个丈夫送我们走了很远。以后啊，欢迎你带孩子查奶，但有一点，千万不要去记历史旧账。关于你父亲的死，其实你母亲没有责任，她也是受害者。倒是你父亲这个人嘛，对自己那些信念的执着有点变态，所以一条道走到黑，抛弃了对家庭的责任，让你们母女2个人受了这么多苦。你没有资格谈论我的父亲，这是我和我母亲之间的事儿，与别人无关。确实与我无关，我只是在转达你母亲的意思。和满满鲜果感的纯真真酸奶一起探索三体世界，守护地球文明。我们经常在读剧本的时候，这场戏术语叫交代场，他要把一些信息交代给观众。作为他们演员来说，他要传达人物的情绪、性格，他们就会把这些戏处理得非常有意思。我们最终选择的演员呢，有我们以前合作过的，也有初次合作的，但大家的一个共同目标是一致的，就是要把三体拍好。我的家里边的暗房，就是洗照片的地方。那个地方的戏只有我一个人，也没有过多的对白，很多都是通过行为、动作，还有一些细微的表情来表现的。叶文洁这个角色，她比较极致。最后一句话就是“这就是人类的末日”，结尾嘛，是一定要有一个态度的。但是我就觉得，也可能叶文洁是很伤感的，她是否真的是需要眼泪呢？我最后选择了没有任何态度的一个表演方法，那个地方留白可能更好一些。每个演员都有他的魅力，他们每个人都给我非常深刻的印象。于老师可以在过场的戏里边加入很多生动的东西。史强跟那个汪淼在卤煮馆里面出来之后，当时有一群在跳广场舞的大妈。我从那房间里出来之后，我即兴的当场跳了一段广场舞。想呀想，喊呀喊，把我回到我们的初恋。出来之后，跟汪淼说了那么沉重的问题，当他看到这个画面之后，他会融入其中，他会跳一段舞。那我们去的那个小饭馆也比较接地气，吃卤煮，如果说再配个大蒜，那不更好吗？我说这个人物吃腌制的蒜没劲，我说我也不播，我说我拍蒜，所以说这个人比较接地气儿，他能说出那个味道来，说出他那个意思来，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处理方法。专业的人在一起就会碰撞出更多的火花，
这些演员在对角色进行研究之后，会跟导演、制片人一起去探讨对角色的理解，并且会对一些细节进行创作，让角色变得活灵活现。都是非常好的演员，表演要求还是挺高的。会去钻研、琢磨这个角色本身。他们每个人都给我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，非常幸福。Your people, sing.